你们已经这么要好了吗？人家好客，礼尚往来嘛。所以，你们两个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快就开始在这边做生意了？准确来说，这的确也属于科学考察。被卷进来之后，我和克拉丽很快就会合了。我们之间的通讯器在这里也能使用，算是意外之喜。于是，在确认了这里作为世界炮的性质后，我们开始在附近勘测生命信号，试着找到你们。没想到，却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。当地的居民还算友善，而且对世界炮之外的旅客似乎也并不惊讶，所以克拉丽想对这里进行一定程度的考察。对考察工作来说，意外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还记得那些把我们卷入其中的黑色物质吗？在这里，它是一种近似于货币的存在。据说，通过一种被称为维吉的仪式，人们的恐惧会由一个神神秘秘的家伙加以回收，而在仪式结束之后，他们就能够应有尽有。似乎是这样。所以，克拉丽提议先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，收集一些恐惧来试试看，也就是你们见到的这个摊位。那成果怎么样？很顺利，这种飞刀对赫利亚来说毫无威胁，想躲过去轻而易举。但居民们当然不知道地球的女武神有这么厉害，所以在尝试投掷的时候，他们还是吓得双手发抖，没有一个敢真的出手。你们很有商业头脑嘛？倒也没什么用，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恐惧。想要真正见到结果，还是得等到危机开始才行。所以，你们打听过那个进行危机的人吗？问过，但没什么参考价值。提到这个话题，我们遇到的人总会带上一种很难形容的神情，说是讨厌又太轻，说是憎恶又太重。那他们是怎么形容的？如同一座魔山那样，肥胖而又泥泞；如同一只狐狸那样，狡诈而又恶毒。啊？怎么了吗？那他现在减肥还挺成功的嘛？你见过？那当然了，你明明也见过嘛。朝云不归山，淋雨成川泽，胡白足欲东，焉念无一客。魔山和狐狸不都齐了？哎，走走走，我们直接去找他。土之属武，能容坐孤击虚，坐孤击虚。招！嘿！搞定了！今天咱还要跑很多客户呢，就不多留了。啊，走之前咱还是多嘴提醒一句，影子可不是什么能存下的家当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自己散掉了。哪怕想省着点用，也先把它们换成实实在在的东西再说，落袋为安嘛。你们来啦！哎呦，抱歉抱歉，本来正要去找你们的。结果被邻居拦住了。哎，危机拖得太久，大家都有点着急了。所以你就是那个负责危机的人？哎嘿嘿，虽然没明说，但我也没有刻意瞒着各位吧。毕竟拿得出手的事情也就那么几样，还是想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卖弄。我果然没猜错，虽然和和气气没什么架子，但你其实是个大人物嘛。哪有，咱也是狐假虎威罢了。想要和影子做生意，还是得仰仗他呀。其貌不扬是吧？但，
其实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法退啦，很了不得的。当然，真要在这条街里找，那些影子有法子的人，可一个都没有了。不会吧，连你也不行？这个嘛，只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。一开始的时候恐怕没什么差别，如今嘛，就太钝了些。嗨，什么物件隔太久了，不都会这样吗？也就是说，我的那一个也有机会变回过去的样子，甚至也能进行围击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睡着和死掉还是有所不同的。不过你真要有兴致啊，朝这个方向努力倒也无妨。收集恐惧看来确有其事。克拉丽，这会是量子之海的什么转换机制吗？我更倾向于这里对恐惧的定义有所不同。没什么不同吧，就是字面意思，只要你确实感到了害怕，那它就能被取出来。至于其中的门道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只不过是照搬祖宗之法罢了。那反过来说，危急的执行者其实是谁都可以。嗨，除了迫不得已，一般人哪乐意和影子打交道呀？外面什么光景，你们不是也见过了吗？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也还是觉得影子和脏东西没什么两样。就连咱自己，也是2-3个月才跑这么一趟。平时嘛，还是干些咱自己的事儿，卜卦占梦，看相望坟，勉强混口饭吃。原来如此。宗教是自然法则的人类化，而巫术是人类行为的自然化。自从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起，这位就喜欢说这些让人半懂不懂的啦。那反正维吉还差着不少人呢，要不你们跟着我一起去瞧瞧？要是遇上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，就没有那么神神叨叨啦。说不定他们还会再顺手送我们一点土特产。这就因人而异了吧。那是出发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在我家附近也有家店用着类似的标志，大概只是巧合。哦，这样啊。来了来了，等着急了吧？马上就不会再害怕啦。看上去似乎没什么特殊之处。别急嘛，凡事都讲究个起承转合，现在这才哪儿到哪儿呀？这一次似乎比之前快了很多。当然啊，虽然听起来不合情理，但年纪越轻，害怕的东西也越少。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嘛。而危急的关键，事实上在于，哎，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嚯，还蛮有天分的嘛，以后说不定可以当咱的徒弟。你走开啦，松雀奶奶。妈妈说，除了这时候，都不要和你说话。这样啊。也是，今时不同往日了嘛。各位，这就是危急啦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亲自试试？难道这也是一种我还没有见过的根源物质的表现形式吗？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对，还是先不要这么草率的做出判断了。
是怎么了？也对，还从没有外人见过咱郎丘是怎么做生意的，吃惊些也正常。不，我只是在想给自己变些什么东西出来。唉，难道你对什么东西都不会感到意外吗？意外当然意外了，但关键是有趣嘛。所以，不管什么东西都能用影子变出来吗？松雀奶奶。喂，你就别用那个名字叫我了吧。唉，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从影子里变出来，比如连你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东西，那就不行。原来如此，所以这条街道上的店铺，他们售卖的都是某种技巧，与原材料无关。看来你还没有注意到，在这里你或许能找到餐厅，但却没有任何一家售卖蔬菜、面粉或者大米的店铺。我原本认为这里有某种特殊的供货途径，但现在看来，那只是因为他们应有尽有而已。没错啊，这100多年咱都是这么过来的。虽然不知道你们那边具体什么行情，但在如今的郎丘，过去价值连城的金银财宝，现在也只能用来给孩子们打水漂，除非它是件艺术品，融入了珍贵的手艺和巧思。也就是说，按照这里的经济体系，人只需要感到恐惧并及时提取它，就能衣食无忧。克拉丽，你怎么看？这完全不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任何规律吧？的确很奇怪，神的国度，同时也是绝望的国度。虽然并不是一个意思，但用来描述这里倒是很合适。据说在地球附近也出现过许愿能够成真的世界炮，但我并没有具体了解过，而且应该也没办法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。不过从仪器读数来看，这些影子倒也算是崩坏能的一种具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炮的人们不仅可以和崩坏和谐共生，还把它变成了能够置换万物的永动机，这合理吗？废话，当然不合理。然而换个角度来看，无论这些事情蹊跷在哪里，它都能让我们的火星探索之旅收获更多意料之外的价值。推而广之，我们未曾了解的那位寻梦者的家乡也不例外。寻梦者，你的目标还是先设法返回自己的家乡，这一点没错吧？是没错啊。如果有可能，我当然想先回去一趟，别让一直找我的人太过担心。那看来我们还是继续结伴同行更有效率。的确如此。同行？几位不会是不打算留下来坐坐？哎呦，抱歉，是不是我跑来跑去的没招待好你们啊？你误会了，我们对郎丘很有兴趣，只不过我们是外来者，当然要设法恢复我们与外界之间的联络。如果的确无法联络我们的基地，能联络到寻梦者的家乡也很有帮助。你怎么看，西纳迪亚？嘿，只要事情有意思，我当然无所谓了。不过，最好两边来来回回都可以探索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琢磨，到底要用影子变点什么出来。说不定还能当个中间商，赚点差价。倒不是扫各位的兴，咱也说过，咱都有100年没法离开这个小小世界啦。以咱的了解，去外面的通路的确有那么一条，可是从来没人打开过它。又或者，也可以说，打开它的机会已经被错过了。各位要是想去看看，咱当然也不推脱。不过，作为预期管理的一环，丑话还是得说在前头。没关系啊，如果我们运气不错，兴许就直接帮你们打通和外界之间的联系啦。而就算运气差了一点，早日抛掉幻想也是好事一桩嘛。所以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随时都成，也就是再走段路而已，费不了多少功夫。不过，咱这边也确实讲究个先来后到，有桩急事咱还是得先料理好，毕竟已经答应下来了。反正都是顺路，要不先等我处理完这件急事，大家再研究怎么离开郎丘的问题，如何？急事？
你当时不是看着咱答应下来的吗？已经忘了？哎，说不准咱还需要你帮点忙呢，嘿嘿。考虑不拘的话，找个人背着我才更有效。好久不见啊，曼格雷叔。你来干什么？嗨，咱这不是听艾米丽说你又对维吉有想法了，特意过来瞧瞧嘛。哎，咱也想回到古时候去，不过日子还是得过嘛。用影子变出来的和地里种的又没什么两样，何必呢？艾米丽，是之前那个害怕爸爸会死的小女孩吗？所以她就是……你应该也知道，我信不过的从来不是影子，就算他曾经是头猛兽，也早就被你们这些……不，也早就被他们那几位驯服过了。我信不过的是你，还有那把妖物，原因你心知肚明。咱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啦，这不，今天带了位你信得过的朋友来喽。许梦者，轮到你出手啦！啊，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？你手里的那一把法器虽然钝了不少，但毕竟还是器用，努力，当然也能完成一场围棋。如今情势如此，你索性试试看如何？除去助人为乐，也有很多其他妙处呢。怎么，神棍终于开始收学徒了？前些年不还说不可轻传吗？这不也是为了给老人家行方便吗？大概也方便他抓人替他打工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放心，这次过后，指不定你就喜欢上维吉了呢。哦，那我以后只要和寻梦者打好关系，就不愁饿肚子啦。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啊。哎，这不是有我在吗？来，廊丘缓缓。哎，倒也不用一模一样啦，口诀什么的那都是包装。看，这不就成了？那物资也一道帮您换好啦。所以，他也有他们身上的资质？那应该不至于，毕竟还是靠器用的本事，只是出口不同。不过对你来说，这下能放心用了吧？这个嘛，再说吧。陌生人，能问问你的名字吗？我之后说不定也有别的事情想拜托你。明明是在做一样的事，为什么换了一个人，他就这么客气了？这位松雀，究竟……曼格雷叔，你还没放弃吗？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人啦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哼，你用不着吐费口舌，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你们一样，在别人的尸体上生活的心安理得。他们曾经也是人，所以也一定会有人能再次成为他们，而且和那也没什么关系。无论如何，他手中的这种才能被称作器用。至于你倚仗的那把妖物，哼！哎呦，瞧我这脑子，还有要紧事得办呢。曼格雷说：“先告辞啦，你吃好喝好啊！”走，快溜！啊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曼格雷说还是这副脾气啊。所以他这是怎么了？似乎还提到了别的什么人。倒也不瞒你们，但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。等之后坐下来招待你们的时候，我们再慢慢谈也不迟。不过，寻梦者你还真是有两下子，我第一次拿到器用的时候，使得可比你差多了。说不准你很快就会在廊丘成为咱这样的名人呢。对呀，咱身上的担子也能轻些，你也能得些好处。两全其美呢。很高兴能帮上忙。扯远了，咱还是先给你们带路吧。对了，
一直拿着也太沉了些。反正接下来也不是去维吉，也不用拎着你跑来跑去吧。要不就先委屈你一下。好啦，出发吧。风景不错。哎，要出发吗？对了，之前我就想问了，那边的瀑布、河流也全都是影子吗？当然，这儿的人们都称呼它影潭嘛。而且可不单单如此，事实上，关于你们刚才见到的一切，它都可以被称作源流，就像是日月这种存在。不过记得别靠得太近哦，如果真跌进去，就算是我，多半也要被淹死。别看我这样，可没有放松警惕啊。等等，那不会是……大家要跟上啊！瞧，各位，就是他了。末日之矛，怎么可能？寻梦者，你难道见过他？是啊，在我的家乡，它可是独一无二的文物，所以，它就是离开这个世界的通路吗？至少按咱听过的说法是这样。但现在它和废铁也没什么两样，不然咱也早就溜之大吉喽。哎，在你的家乡，它该不会还有别的用法？我们倒是没人觉得它和世界之间的通路有关。在我的家乡，大家把末日之矛看作来自星空的馈赠，就像它所展现出的外形那样，因大崩坏而残损不堪的世界，是因为它的存在才得以被锚定，不至于彻底沉没，化为数据之海当中的残渣。这不还是通路的意思吗？虽然不知道这东西究竟有多少个，但既然这里也有，那里也有，而且还异常稳定，那我们只要顺着锚的铁链爬上去，不就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？很好，虽然完全没有参考价值，但至少这次你的逻辑更接近正常人了。哪里没有参考价值啦？来，让我试试看。从之前星之环之类的事情来看，说不准对于来历不明的东西，我就是有应对他们的天赋呢。你认真的？这么多年来，咱都不知道试过多少次啦。存在于我家乡的末日之矛，也是在空中孤独地悬浮了上百年，直到最近被一栋摩天大楼囊括进自己的顶层。不过，松雀小姐，或许我认识你的时间要比我们想象中更早。你说过啦，在幻梦里嘛。不，我是想说，我想起了些自己故乡的历史故事。虽然我过去没有留意那个故事中的名字，但反过来说，在松雀你的记忆里，廊丘是不是曾经与另一个世界同为一体？哎，你怎么知？不是吧？虽然我的了解很浅薄，但一些人以脱离自己的世界为代价，帮助我们度过大崩坏。这类故事
时至今日还在我的家乡时不时被人传颂。之前在琥珀街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一块招牌，而在我的家乡，同样的招牌也被另一个老字号一直使用着。当时我还认为只是巧合而已，但再加上末日之矛，等等，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成功了？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这还算是正常现象不？我保证，我只是碰了他一下而已，最多2下。你究竟怎么办到的？等等，